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龙，欢迎来到这一集的绝情谷底。今天我要填一个我挖的坑，那就是给大家讲中华苗刀以及日本武士刀之间的关系。运动员007上场。他为什么会用日本武士刀？是不是跑错台了？其实他没拿错，他也没看错，他所用的刀叫苗刀。首先要先声明，苗刀不是中国苗族所用的刀，它是因为刀身修长如麦苗而得名，而这才是中国苗族所使用的刀。苗刀刀身修长，有刀、枪两种兵器的特点。除了常见的刀法以外，也可以好像枪一样扎刺，而且可单手、双手变换使用。中华苗刀与日本大太刀两者的外形相似，苗刀全长大约5尺，约167公分，刀身长3尺8寸，大约127公分，护手呈圆形或椭圆形。苗刀的基本刀法就有砍、撩、挑、点等等，而步法就有跳步、拖拉步、上步、退步等等。根据当代苗刀代表人物郭瑞祥师傅的讲解，苗刀已有1800年的历史，但1800年前的苗刀不叫苗刀，外形也不像现代的苗刀。西汉以前，在战场上厮杀的都是剑，不是刀。西汉的时候出现了骑兵，骑兵在马上用剑劈砍时，由于马的速度很快，因此用劈砍的方式作战比较适合。但因为剑的结构的关系，剑身容易断裂，为了适应战场上的搏斗而产生了刀脊厚实、薄刃的环柄长刀，也称之为环手刀。环手刀的制刀技术从汉朝传承到唐代。唐刀是唐朝4种军刀的总称，但一般指其中的横刀，而其他的3种就暂时不讲。横刀是实战器械，唐军中使用率偏高。初唐时，横刀与汉代环手刀几乎一样，但唐朝中期开始去除了刀手的环，以方便双手握持。除了刀茎的构造成熟外，唐刀在汉刀基础上更加注重装饰，越来越精美。那讲到这里呢，就必须讲一段历史。在7到9世纪之间，隋唐时代，尤其是唐朝，日本派遣官方使节到中国学习科技、建筑学、文化、社会体系、佛学等等。孝德天皇推行政治改革，史称大化改新。这期间广泛的学习唐朝的政治、科技等等。来唐的人士当中也包括了日本的射手，也就是使团的护卫武士，还有锻僧，也就是铁匠。这期间，唐朝的器刀技术也传到了日本。日本刀最早起源于日本本土的绝手刀，唐代时输入日本的刀称为唐大刀，而日本仿唐的刀叫做唐样大刀。其中一点不同是，唐大刀为典型直刃兵器，唐样大刀则有弧度。日本自有唐样大刀后，日本刀便开始产生自己本土的独特性。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开始，刀的形态逐渐从直变弯曲，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现代。但是在现代，曲线的弧度逐渐变小。镰仓中期，为了与元朝蒙古帝国作战，日本刀为了大量备战而生产，同时制刀的技术也大大的提升。室町时代初期，作战方式开始转于在马上作战。为应付这种战斗方式，太刀被打造成有弯度的造型，以方便骑士使用。虽不能说日本刀全然受到唐刀的影响，但由于东亚内国与国之间的文化、科技、工艺等交流，古代日本刀的工艺有受到唐朝锻造技术的影响。
宋、元、唐刀双手刀术消散，有保留的人不轻易外传，所以流传不广。到了明朝，苗刀的转折点来了。明朝时代，中国和日本随着贸易来往的增加，海盗活动也日益猖獗。当时的日本海盗，俗称倭寇，与甲倭，也就是南方汉人为主的团伙一同劫持商船。明朝有一位名将叫戚继光，他被朝廷派遣到浙江，隔年被浙江总督赏识，升任参将，负责防御钱塘江以东地区。他的军队负责与中国沿岸的海盗战斗。但是明朝士兵的兵器常常难以抵挡日本刀的冲击，因此伤亡惨重。戚继光在他的纪效新书中提到：“我兵短气难接，长兵不捷，招之者身多两断，曰气力而双手使用，力重故也。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：我们士兵的短兵器难以接，长兵器赢不了，被对方的刀砍到时，器械或与上肢一同分离，因为对方的刀刃锋利，而且双手使用，所以力量重。在一次战斗中，戚继光缴获了一批武士刀，并对其研究后改进明军的战刀。改进后的刀称为戚氏军刀或戚家刀。改进后的戚氏军刀和传统明刀相比，更有韧性、锋利、坚硬。而在1561年的一次战役中，戚继光在一名俘虏身上搜出了一本名为《英流剑术目录》的刀谱。戚继光对其研究之后发现，其中的招式朴实实用，能快攻直取，而且容易上手，很适合在人数众多的军队内练习。因此，戚继光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，结合了中国刀法的特点，编制了新有刀法。那么，在明代末年，武学名家陈冲斗向浙江的武术师傅刘云峰学习此刀法，而于天启元年编著《单刀法选》一书。刘云峰是浙江人，所以会不会和浙江的戚继光军营有关系呢？这就不得而知了，留下一个遐想吧。清代时，一位云游四方的僧人传此刀法于河北杨氏，其后经谢敬坟、刘玉春、郭长生而传至郭瑞祥师傅等。从其原型可见，此刀法是从陈冲斗的单刀法选延续而来。那么经过时间的推移呢，戚家军刀渐渐的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苗刀。民国10年，1921年，河北沧州政府设立武术营，并聘请沧州武术家刘玉春任教，传授双手刀法。他将中国这类长度120至160公分、刀身形似禾苗的刀统称为苗刀，这是北洋政府官方认可的名称，而苗刀的名字就是这样定下来的。日本刀基本上分为太刀、打刀、斜拆、小太刀以及短刀，而和苗刀相对应的是太刀之中的大太刀 Odachi。 由于它们都是长形刀的关系，而且长度类似，所以较常被人们拿来做比较。两者的护手设计都可见到典型的原型，刀柄一般都较长，因为为了能双手握刀，而且中日的器剑师在锐利度上都有极高的要求。两者的刀身比自家其他的刀都要长很多，大太刀身为90公分以上，而苗刀的刀身大约是127公分，因此构成了两者的相似。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刀身，大太刀多为弯刀，而苗刀则稍微带一点弧度，更接近直刀。至于在打招上，由于各个中日器剑师的风格流派都不一样，因此在打造的细节上也不同，这会使到武器最终的风格不一样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
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就请您点赞、分享加订阅，也别忘了开启订阅钮旁边的小铃铛，那您就会收到新片的通知。我是没有天赋，所以必须靠后天努力的小龙 Mr. H。大家拜拜。